村子世代隐居在大山深处，我们信奉山神，相信是因为山神的保佑，我们村子才能五谷丰登，和平安宁。三叔告诉我说，每3年村子就要献出一位妙龄少女来献祭给山神，而今年刚好轮到我们家。潜意识，姐姐跟我说，她愿意去献祭给山神，只希望我能平安无事就好。我当时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着喊着不让姐姐去献祭，还是爹娘拦住了我，把我锁在了房子里面，让我不要闹了。谁曾想，这只是姐姐给我演的一出好戏。她在献祭的前一天晚上，给我送了一碗鸡汤，正是这碗鸡汤将我送进了地狱之门。现在一切都在重演，姐姐照旧打开了门，给我端来了一碗香气扑鼻的鸡汤。我端过姐姐的一番好意，还是配合她上演了一出姐妹情深。还记得小的时候，姐姐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我，娘在集市上带回来的一包冬瓜糖，姐姐都舍不得吃，都让给了我。村子里的小孩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那一包冬瓜糖是我觉得的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。她用手贴心地擦去我满脸的泪水，瞧我们都光顾着哭了，这鸡汤都要凉了。爹妈可是把家里养了多年的老母鸡宰了，才熬了这一锅的鸡汤。江月，快趁热喝了吧。我接过姐姐的鸡汤，借口说想吃娘从街上带回来的冬瓜糖了，让姐姐去给我拿。姐姐满口应允。江晴一出门，我就把鸡汤往窗外一洒，待她回来时再佯装仰头喝汤。我看见江晴的脸都快要笑烂了，我的心里也在笑。姐姐很快就要去和山神见面了。到了午夜时分，外面开始传来两人蹑手蹑脚的声音。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江晴急忙挂断，身旁的张伟连忙望向窗内，确认我没醒来才松口气。张伟不满地埋怨江晴做事这么不小心，随即吃惊地看向江晴。你换新 iPhone 了？江晴连忙把手机拿出来道，那多贵呀，现在转转买2手才更划算，我这苹果14支花了2800，比新款便宜了2000，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，性价比也挺高的，大屏幕看剧可舒服了。真挺便宜的，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研究过了，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，支持1年保修，买2手就选转转验过的。江晴说完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随即眼神示意张伟先回家。看着张伟离去的背影，江晴转过头，妹妹千万不要怪姐姐，做妹妹的为了姐姐的幸福牺牲一下也是理所应当啊。我对这番言论嗤之以鼻。在姐姐为我换衣服的时候，我瞅准时机拿起早就藏在枕头处的石头将姐姐砸晕。我拿起散落在地上的嫁衣，将这套嫁衣换到了姐姐的身上，天边泛起淡淡的鱼肚白，一切都变得明亮了起来。算算时间，差不多到了。我躲在衣柜处，很快山神献祭的队伍就会到来。等江晴醒来，她早已只身献祭的轿子里，到那时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了。至于张伟这个背着我偷鸡摸狗的家伙，我当然也不能遂了他的心意。今天我就要做这棒打鸳鸯的差事。随着欢快的锣鼓声和唢呐声齐齐奏响，迎接献祭少女的队伍已经快要抵达。明明就是一个不得不断送自家女孩的悲剧，竟然要这样欢快喜庆的氛围装点。那个庙里可没有所谓的山神，有的只是比鬼神更加可怕的人。我看着爹娘将江晴运上花轿，那红色盖头之下，谁又能分辨出到底是谁呢？终于把这个山神献祭的差事忙完了。是啊，孩子他娘，希望月月也不要怪我们，山神会保佑他的，山神也会保佑我们家，保佑整个村子。他们老两口朝着大山的方向潜心朝拜，他们这一辈子也没读过什么书，现在家里就穷得叮当响，更别提爹娘小的时候。但即便是这样，我们家依然有3个小孩，我还有一个弟弟。在我们村子，女孩是沦为献祭山神的工具，而男孩是要传宗接代的人，是注定要继承家业的人。是的，门口的那2块地跟现在住的这个小瓦房，也是需要有一个男丁继承的家业，是要代代流传、生生不息的家业。我从柜子里走了出去，看着2具早已经被沉重猛火摧残的身躯，内心五味杂陈。姐姐已经走了，山神根本看不到你们的跪拜，更何况求神不如求己。我的言语冷淡，他们大惊失色。爹娘还没有老到糊涂的地步，马上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。被献祭的是晴晴，怎么会是晴晴？我爹眼瞅着眼泪水都快下来了。你们当真就这么偏心姐姐吗？跟姐姐合起伙来害我？你傻啊，那能是害你吗？那是献祭，献祭你懂吗？山神大人是至高无上的神，神不会害人。我冷笑，那怎么姐姐被献祭了，你们就慌了？你姐姐不具备献祭的条件。我爹一副心梗的样子，我娘在一边一个劲的抹眼泪，嘴里念叨着完了完了。此话怎讲？我心中不免生出疑惑，都是爹娘的女儿，怎么我就可以沦为献祭，姐姐就不行？你姐姐已经怀孕了，之前没敢告诉你，你姐姐跟张伟背着你偷偷在一起了。山神献祭的日子即将到来，破了纯洁之身的女孩是不具备献祭条件的，这是犯了山神的大忌。更何况你姐姐已经怀孕了，好一对狗男女。我说江晴怎么就这么急不可耐，要在我献祭当天就嫁给张伟？原来是害怕夜长梦多。在我们这样的小山村，未婚先孕可是个了不起的新闻，定会成为邻里茶余饭后的谈资，那一人一口唾沫就足够淹死他了。转而我又觉得心寒，父母就因为这个跟江晴一起设计害我，真是令人心寒。这样做既保全了姐姐的名声，也保全了他们自己的名声。他们2老可不想背上叫女无芳的罪名。江晴固然可恶，但是腹中的小孩终究是无辜的。我灵机一动，这办法自然是还有的。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，可如今倒是顾不上名声了。爹娘，现在我们只有加紧赶上送亲的队伍，把轿撵拦下，只有将一切事情坦白，才能够向山神赎罪啊。
在爹娘心中，山神的震怒跟自家的名声是画不上等号的。他们哭着应好，正出门时就看到了前来迎娶的张伟。我来不及跟他解释，只说要是还想见到江晴就赶紧跟上来。跌跌撞撞一路追赶，献祭的队伍就在眼前。三叔是此次献祭的主导人，他听闻我姐姐怀孕的消息，吓得一哆嗦，赶忙让抬轿的队伍停下，继而又叩拜山神庙的方向，声泪俱下的大喊求山神宽恕。他那副样子我实在没眼看，现在一耽搁，献祭的最佳时辰已经错过，只能再择良辰吉日另选少女献祭。江晴是保全了自身，至于他自己的名声，有本事偷男人，就要有本事承担流言蜚语。回去的路上，张伟指责我的心竟然如此狠辣，要将自己的亲姐姐送给山神。我不想跟这样的人多费唇舌，只能怪自己上辈子眼瞎，竟然看上了这么个东西。江晴醒来后，开始不分青红皂白的大闹一场，跟爹娘哭诉，跟张伟指着我的鼻头咒骂，真是不识好歹。贼喊捉贼，也不见得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出来解决燃眉之急。但我很清楚，我现在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，爹娘模棱两可，只怕江晴在他们二老面前又吹多几次耳旁风，再加上有张伟的助力，只怕前世的悲剧还会再上演一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事情迎来了转机，弟弟回来了，身边还带回来一个女朋友。弟弟神秘地将我拉到一旁，我瞬间就懂了弟弟的意思，他是想让这个所谓的女朋友去替我们家献祭，这样两全其美的好计，想必爹娘江晴都会举双手赞成，这样既保全了自家女儿，山神那边也有了交代。只是我瞧那女孩生的慈眉善目，进门时还甜甜地唤了我一声姐姐好。世间的事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我们村子的事情与他无关，绝没有让他代替我们献祭的道理。但是现在为了稳住局面，我假意同意了这个计策。前世一顶喜轿将我抬上山神庙，我才刚刚成年不久，这样的事叫我怎么能不害怕？红色盖头下的我花容失色，只能紧闭双眼，仿佛这样就不用面对恐怖的山神。随着暗夜的流逝，等待我的不是所谓的神，而是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大叔。他掀开我的盖头，一股奇异的香味传来，我便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手脚被绑，嘴里也塞着一块破布，眼前一片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差点以为我瞎了，仔细感觉了一下眼睛，并没有什么异样，我才知道应该是没有开灯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恐惧再度袭来，随着门吱呀的一声，一个少年提着盏煤油灯出现在我面前。所处的空间被突如其来的光照点亮了一点，灯光映出少年的身姿挺拔，眉目如画。你是我爹的第13个女人。他佯装思考，也就你们口中的山神，第13个女人就是字面意思喽。其实一开始你还不是我爹的。他让我先来看一下，他的眼神上下扫视，现在看了，模样倒是生得极好，就是这干巴巴的身材让我实在提不起兴趣。他将煤油灯提到我的脸前，一双眼如深山里的今年潭水般深不可测，被他盯着，我像是要被摄入其中，无法脱逃。我将头偏向一侧，书归正传，那就是说，你爹假借山神的名义诱拐少女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他的一己私欲。你可以这么想。他转身顿了一下，将煤油灯放在了桌子上。听到门落锁的声音，我松了一口气，虽然现在出不去，但是目前还算安全。有了灯，我才看清楚这里的样貌，一个阴冷潮湿的小房间，炎炎夏日却蚊虫不生，我猜是这股异香的作用。这跟前面迷倒我的香并不相同，透着丝丝甜味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可是这个房间里几乎空无一物，除了一张床、一个桌子，还有刚刚留下的煤油灯，高处还有一个用来透气的窗子。煤油灯，对啊，我可以用煤油灯烧断绳子。经过好一番折腾，绑住双手的绳子被烧断，我扯下嘴里的破布，把破布和绳子都扔进了床底下，然后把桌子移到窗户底下。那是一个木头制成的窗子，那木头常年置于潮湿环境，已经有些朽烂。我转动了几下，横亘的木头便被抽了出来，接着把桌子翻倒，木头丢下，迅速钻进了床底下。巨大的声响引来了在外看守的人，他们果不其然认为我是从窗子逃出去的，开始四散搜索。这时我才蹑手蹑脚地从床底下爬出，闪出门外，外头黑灯瞎火的，小道特别多。我胡乱地跑着，脚步声却在身后步步紧逼。我知道我逃不掉了，这里的地形复杂程度远超我的想象。再后来的事情，就是我被逼咬舌自尽，用自己的方式了结了我的一生。山神只是个幌子，但是背后应该不止诱拐妇女这么简单。想要解开这一切的谜团，我还要再去一次山神庙。这几日关于我们家的流言蜚语四起，主要议论对象是江晴。这下全村都知道他干下的丑事，还怪他亵渎了山神。最近是连家门也不敢出了，天天闷在房间里面，吃饭都是叫爹娘送进房中。至于张伟，他更是个没担当的。眼见江晴的名声一天比一天臭，前几日还会上门来安慰一下，说什么等这阵子风头过去了，便娶她进门。可是渐渐的，他就跟失踪人口一样了。这种事情本就是女性会比较吃亏，村里头那些碎嘴的大姨大妈，都像是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发泄出口，每天聚在一起大骂他几百遍，翻来覆去都是那些话，但不妨碍他们骂完之后的优越感节节攀升。我是没什么心情理会他，只跟他说张伟是个靠不住的，趁肚子里的孩子还小，赶紧去医院才是上策。他却反过来讥笑我是不是现在就得意了，看到他落到这步田地很好笑吧，还说什么张伟就算没有跟我结婚，也不会再回过头去找你的。我心想张伟这种垃圾男人还是他留着吧，我避之不及。话说有一点还是要感谢江晴的，是他让我看清楚了张伟的真面目。16岁那年，我去村里头的小卖部买冰棒吃，正巧碰见了帮他家人看店的张伟，他问我是不是隔壁班的，我才意识到他是5班出了名的帅哥。他说这根冰棒请我吃，我跟他非亲非故的，还是把钱付了。接下来一段日子，他天天约我见面，送我礼物。我一开始不厌其烦，
后来渐渐的，我竟然也被他的执着打动，答应了他的请求，真是脑子进水了。现在想来，无怪乎江情的转变，郎无情妾有意，他对我的妒恨必是与日俱增，只是为了一个男的就不顾姐妹之情，倒是不值得。重新择选的良辰吉日很快就到来了。昨日夜里，我偷偷放走了弟弟带回来的那个女朋友，爹娘大骂我蠢笨如猪，我只说明日我会坐进献祭的轿子里，只这一句话，爹娘便再也没有了声音，只是默默做了一桌好菜送我上路。山神庙内还和从前一样，脚步声传来，我提前屏住呼吸，盖头被掀开，映入眼帘的竟是那双熟悉的眼睛，我马上晕了过去。那个少年将我扛在背上，我偷偷眯眼记下了接下来的路，可是这路怎么越走越敞亮，不知过去了多久，我被他从肩上甩下。行了，别装了，我身体吃痛，自觉心虚，睁开了双眼。他的身形略显清瘦，本来人就高，一张脸俊美无比，很白，但表情很臭。你想干嘛？我站起身，直了直背，就你这身材我不感兴趣，你走吧。话都跟当时说的大差不差，你爹假借山神的名义诱拐少女，炼制香膏，女孩们被一点点折磨而死，长得漂亮的更是被你爹纳入房中，供他消遣玩乐。这样丧尽天良的人，你不恨他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怎么知道不重要？重要的是不能再让你爹继续下去了。他不屑一顾，他可是我爹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？他真的是你爹吗？他的眼神突变，一把把我摁到了树上，凌厉的短刀抵在我脖颈处。谁告诉你这些的？我弯唇一笑，我猜的。他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我，想要在我脸上看到真相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潜意识在逃亡的过程中偷偷躲进一个暗角，听到了他们父子的对话。他们俩大概是在争论着一些什么东西，当时过于紧张，听了个七七八八。不过还是从谈话的内容中知道了他是他爹领养的，名叫审判。他爹一直想要一个儿子来继承家业，可是应该是坏事做多了，屋子里的12个女人都没能给他生下一儿半女，于是才领养了审判。审判早就已经对他爹做的这些事情嗤之以鼻，但是无奈自己也逃脱不开他爹的掌控。若是能让审判站出来揭发他爹，这一切便会容易很多。林子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他急声喊我快躺倒。我不明所以，但是照做。阿盼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老板找你老半天。三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听说这片林子里有白羽金雕出没，今日刚好出来，想来碰碰运气。真是胡闹，那女娃子没醒吧？放心，自己家研制的迷魂香。三叔，你还不放心吗？快走吧，天色已晚。我感到身体又被抗了起来，这一次越走光亮越弱。原来山神的老巢竟然是在地底，如此隐秘之处，怪不得之前从未有人发现异常。兜兜转转，好像一切事情又回到了原点。审判在潜意识给我留下了一盏煤油灯，我知道他本性不坏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？因为你小时候也帮我一次。我不解，他继续说道，我小时候和家里人走丢，饥肠辘辘，看着小商店外面摆的烤肠不停地流口水，里头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在看店，他骂我哪里来的野孩子，没钱买就滚一边去，别影响他做生意。可是我肚子真的很饿，我还是不肯走。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就买了一根烤肠递给我，那个小女孩就是你。后面我就被我爹领养了，来到了这里。我有些惊喜又有些惊讶，没想到我跟他小时候就已经认识了，更没想到他从小就待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之中。怪不得你会帮我，我这可不是帮你，任何对我有恩的人我都会报答罢了。审判继续说道，你让我帮你干掉我爹那是不可能的，可我爹养了我10几年，你俩可没有可比性。你以为你爹是你的恩人，但是人心难测，他做这些见不得光的买卖，他生不出儿子，就想让你来继承家业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和你爹娘走丢，你以为只是单纯的意外吗？他明显有些生气，一张脸因为怒气涨得通红。你口中的山神大人就是真正的元凶。他的瞳孔颤动，一双眼睛晦暗不明。我没有把握，但是他一定会心生怀疑。在上山之前，我就已经暗中调查过关于山神跟审判的过往。山神名为沈君，制香世家，利用阴毒的手法来烹制香膏，卖去有钱人家，功效奇特，返老还童。他们的产业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，少女成为他人敛财的工具，却还要冠以福泽世人的名号，让少女的家人对山神感恩戴德。既然事情已经撕开了一个口子，他便一定会追查到底。沈君并不知晓他的好儿子生出的一心，只知道他的儿子终于挑选中了心仪的女子，竟然要给我们操办一场婚礼。这地下的宅子不见天光，红灯笼高高挂起，像是一场阴婚。婚礼当天守卫必定会松散一些，只要我拿到沈君用女子炼制香膏的证据，就可以彻底扳倒他。婚礼的事情是我爹安排的，我当然知道，只要你在婚礼当日助我一臂之力，那么你爹娘的事情我会和盘托出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他突然贴近，温热的气息将我笼罩。当然没有，我这是在跟你谈条件。那你现在为什么眼神躲闪？你只说你答不答应？他早就已经想要出去了，又有他爹娘的事情，他是肯定会帮我的。他转身，今夜会有人给你送来嫁衣，你选一件自己中意的。这见不得光的婚礼，除了没有唢呐喇叭，其他倒是一应俱全。沈君与外面富商暗中交易的证据放在沈君的书房之中，那个房间除了沈君没有人可以进入，宴堂之处一片热闹，这算得上是好几年不遇的大喜事了。毕竟
他们吃住一应都在地下，往日里采买也是有专人负责，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。酒过3巡，大家也都醉意醺醺，一群人东倒西歪不成样子。我提了几坛好酒，并上几碟小菜端去给了书房把守之人。我如今身份转变，他们见了我也毕恭毕敬，我就当体恤下人。他们一个个连声称谢，但还是留下了一队人来看守。我佯装裙摆太大，一个不小心踉跄，他们忙来扶我，身上早就喷洒了迷香，他们马上倒在了地上。审判给的东西果然好用，此刻他还在跟他爹饮酒作乐，想必是能拖上一段时间。每一笔跟外面往来的账单都有标注清楚，只要找到账簿，一切就都可以迎刃而解。经过一番寻找，原来房间里面还有一个暗门，机关无非就是房间里的东西。我摆弄了几下，竟然开了，暗门之内是另外的一个房间，账簿果然就在其中。不过这个房间里面竟然还有一条暗道，好奇心驱使着我往前走。我尽量放轻脚步，里头每隔一段路就放有一盏煤油灯，光线虽然不强，但是勉强能够让人通行。就是这路越走越凉飕飕的，而且香味越来越浓，熏得我脑子都晕乎乎的。一个转弯，眼前豁然开朗，这里是炼制香膏的工厂。那一个个女孩躺在冰床之上，古怪的汤泉冒着热气，工人熟练地操作着。我顿时觉得胃里翻江倒海，此刻出去才是要紧事。我沿原路返回，女孩惨白又膨胀的面容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审判已经准备好外出接应，只要将消息送出，就大功告成。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猝不及防。我低估了沈军此人的城府，一个游走在犯罪边缘的人，怎么可能让我这么轻易地拿到证据呢？就在一瞬间，火光冲天，焰火映照着我的脸庞，我无处躲藏。跟在沈军身边的还有被五花大绑的审判。沈军从我身上抽出账簿，这个账簿才是你的目的吧？自愿成为献祭少女，答应与我儿子成婚，为的就是将我置于死地。困住我双手的人朝我膝盖狠狠地踢上一脚，我不得不跪地。沈军将账簿置于火把之上，烧掉了。就算你今天能够逃出去，这个账簿也不能成为证据。他走近将我的下巴捏住，一副上位者姿态，仿佛我只是一个玩物，因为这个账簿根本就是假的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提防我的？在你来的这里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怀疑你了，不过就凭你一个人，就算是放任不管也翻不起什么浪花。没想到你竟敢坑骗我的儿子。沈军朝审判斜了一眼，审判却看着我，我知道他已经尽力了。沈军说道，江月，你不是对利用少女之香之事嗤之以鼻吗？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过程，寒冰之上，少女的皮肤晶莹剔透，我们会保留下你最美的那一刻，你难道就不会觉得愧对那些女孩吗？沈军仰头大笑，愧对他们？他们是在给尊敬的山神献祭，这可是福泽深厚、流芳百世的大好事。女孩子最娇嫩的身体就应该用来炼制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香。你知道外面多少人来找我买香吗？那些有钱人，票子多得花不完。他的表情渐渐狰狞，你别怕，很快你就会失去意识的，你将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疼痛。我弯唇一笑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输？外面传来枪响，几个小喽啰跌跌撞撞的跑进来，大喊不好了，有警察！沈军吓得脸色大变，抄起腰间的匕首向我刺来，那也要先了结了你。下一秒，鲜红的鲜血喷洒在我的脸上，热热的，伴随着一股浓厚的腥味。沈军双目惊恐，缓缓倒在了我的面前。是审判，他的刀尖从后刺向沈军的脖颈。今天终于可以为我的爹娘报仇雪恨。余下的小弟看到沈军死了，都仓皇四散而开。我瘫坐在地上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看向审判说道，谢谢你。我将刚才的录音笔交给警方，随后这个地下的秘密居所被彻底清剿，三叔已经被警方逮捕，所有女孩的尸首被送还给家人，那12个女孩也皆被解救。审判出去之后，永远离开了这里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江晴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即使张伟再怎么狼心狗肺，他也坚持要将这个孩子生下来。人心本就是难懂的，即使山神的阴谋被揭穿，村子里的人也依旧信仰山神，只不过是用香火取代了少女献祭。后山上的山神庙依旧生生不息，香火绵延，人们祈求着真正的山神的保佑，希望五谷丰登，家庭顺遂。我也永远地走出了这个村子，几乎不再回来。在沈军死的当晚，我曾在河边见过审判一面，他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少年纤薄的背在夜色中显得那么寂寥。我叫住了他，看他的双眼像是刚刚哭过，眼尾泛红。我知道他对沈军的死并非无动于衷，毕竟沈军也养了他10几年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可是我还是想要再问一下，他为什么会出手杀掉沈军？他难道早就已经知晓沈军对他父母所做之事？安慰的话语我没有办法说出口。沈军这样的人，千刀万剐不足为过。我选择直奔主题，审判并不意外我会这样问。当年沈军疯狂追求我的母亲，我母亲当然不同意跟他在一起。一次意外，他发现沈军利用少女之香谋求不义之财，他手握证据，沈军便不可能再容得下他，于是亲手设计杀害了他，包括我的父亲。沈军将我带回了地底，并让我服下忘忧散，忘却过往记忆。却不曾想我体质特殊，那忘忧散对我无效，我蛰伏10余年，认贼作父，终于在今日手刃仇人。原来如此，我的出现算是提供了一个时机。早在前一世，他给我留下的那一盏煤油灯，就是希望借我的手除掉沈军。可惜前世我毫无准备，孤立无援。审判又开口说道，不过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？
前一段时间，我的弟弟从城里面带回来了一个女朋友，她叫圆圆，是你的妹妹。审判明显吃了一惊，怎么可能？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有一个妹妹，这个妹妹是你母亲与第一任丈夫所生，你自然不知。她跟我弟弟来到村子里，也并不是单纯的以女朋友的身份到来，而是想来寻找你的下落。竟然是这样，那我妹妹现在在何处？她在镇上暂时歇脚，她应该一直在等你。我将圆圆偷偷放跑那日，她就向我摊牌了，她知晓当年之事，只是苦无证据，没有办法替她的母亲报仇雪恨。于是我们决定里应外合，我深入山神腹地拿的证据，而她在外接应。幸好一切有惊无险，无论如何，今天的事情还是谢谢你。审判淡淡说道。之后我应该就要永远的离开这里了，这里有太多的不好的回忆。她这些年如何过来的我并不清楚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一定过得非常不容易。你不用谢我，我不光是在帮你，也是在帮我自己。她朝我笑了笑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戒备，眉目舒展而开，目光变得柔和而宁静。事情了结，我与审判告别，我目送她的背影一点点走向明黄的灯光之中。